分享的工作内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ulia。2023年9月21号晚上，我工作回来了。如我就是开频道的第一集所言，第一个可以分享的工作经验是我今天接的小案子，就是呢，我今天去了林肯表演中心 Lincoln Center 做了一个即兴舞蹈的角色，然后是帮一个蛮有名的 DJ 伴舞就它是一个有点比较偏实验性的表演，除了我跟另外一位舞者是超级即兴之外，就是他们是有一个乐队的，所以主体是那个哥伦比亚背景的做爵士音乐的 DJ， 然后其他是那种弦乐器啊，还有管弦乐团，就是在 DJ 主导的这个基础下，然后做的一场有点实验性的合作表演，然后是曲子这样呈现。在我们那个表演之后，就是变成是开放给观众，就是上来跳舞。可是其实那个表演的那个30分钟，观众也是可以上来跳舞的。就是在美国纽约市这边，就是很多活动都是那种很开放，让大家就是一起享受表演或是音乐舞蹈的那种，欢迎大家一起来的那种活动。那为什么我会拿到这一次的就是小工作呢？就是也不是拿到，我其实是认识那个乐团，今天要去那个乐团管弦乐团的其中一位小提琴手，然后我跟他其实2-3年前就认识，我们一直有一点点想要一起合作表演的项目，就是计划项目。我们2-3年前刚认识的时候，有稍微一起的练习过，就是英文就是 like jam a little bit。后来就是因为大家又各忙各的，所以就有点这样就是散开。结果他上个月就是重新就是讯息我，就问说你有没有兴趣再来试一次？因为他又遇到更多的合作朋友，很想要让我就是作为舞者跟他们一起合作，所以我们就真的就联络起来了。然后他就在前一天传讯息跟我说，那个活动负责人吧，他在找舞者去配合音乐这件事情，因为可能对他来说就是觉得要有人在那边，视觉上的刺激会比较更活泼吧，所以他就在找可以跳比较现代舞的即兴舞蹈的人。我那个朋友就说，就是传简讯给他自介一下，看他有没有兴趣。我说好，所以我就是自己就做这件事情。然后那个人就稍微问了一下，说你是可以跳这样的人吗？那你有这样子的衣服有没有办法可以就是补上？然后我就说哦，这些我都可以，就是我会 OK 的。然后他就说OK， 那就麻烦你几点再过来，这样子开始就是彩排，然后大概知道什么样的情况，然后最后就是晚上表演。所以我就加入了这个团体啦，加入这个组。就是总结，就是今天就是作为即兴舞者，然后我们就表演了30分钟，其实还是蛮累的。最后一首歌还非常的就那种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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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一直那种踩小碎步，真的是体力上想说这首歌有点太快了之类的，但还好就是结束了，跟大家就是留下来玩了一下，就一起有点那种夜店感。这里可以补充一个我觉得比较现实面的一点的部分，就是像另一个舞者，他白天工作就是翻译，兴趣就是做这件事情，所以他也是那种有点那种白天一个角色，晚上一个角色的状态。像众多的纽约市艺术家、音乐家们一样，大家都是用各种的方法在实现有一个经济上的收入来源，或者说稳定一点生活。但是他们就是会为了他们喜欢的东西去做这件事情，所以你说真的要那种全职的艺术家，其实比例上是有，但是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。你会看到很多在这边的就是创意工作者、艺术工作者、文艺工作者，其实真的他们都有另一个就是主体工作。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艺术领域里的行政，可能他白天是某个
就是美术馆的员工，但他也是可以是艺术家，就他并不是非要很分开的。这个其实对比较多人是理想，因为你就是一直都在艺术领域，但是你有两边的角色可以互换。那再稍微的往外一点点呢，就是艺术老师或是那种工作坊的，就是讲师这样子。不然就是你自己做一个艺廊，就是再商业一点，比如说你就是做一个艺廊，变成是你兼任商场上的就是收藏家、艺术咨询师，这个部分，那你也可以同时就是有各种角色来互换，但是你这样的收入还是可以去支持你，如果你有是在创作的话。再往远一点的方向讲，辛苦一点的话，像设计。因为就是已经开始有点分开了嘛，就是有些人是可能是做设计啊，因为设计的需求真的很大嘛，然后又是其实是有些人可以自学可以去做的。再远一点的话，就是去端盘子，对外国人来说这是不合法的，所以比较少外国的艺术创作者能做这件事情。但是对当地的美国人来说，他们就是可以，反正管他是什么工作，可以有收入就好，所以你会遇到很多，通常是年轻一点的，可能跟我差不多或者年轻一点点的，就是咖啡师也有，或者是我遇到一个是比我年长一点，但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稳定工作，他是学校的举牌员。举牌员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学校上学放学附近的十字路口，小朋友要过马路的时候，他要去举着那个就是那个停或是走的那个牌子。除了这个主业的工作之外，他是一个吹法国号的艺术家、音乐家，就是他做很多实验性的表演，然后也跟很多不同的音乐家合作。就是他自己是音乐家，但是他又是很厉害的组织的能力的那种。industry 的中文是什么？那个产业那个产业的比较有点名气的人了，所以可能他甚至会变成活动的筹办人，然后他可能是其中的表演者，然后他已经在费城蛮有一点稳定的就是群体是仰赖他的，然后他有时候也会来纽约表演，那他的生活就是仰赖那个举牌工作，所以就是其实这边的艺术家的生活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还要广阔，真的广阔是就是为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做的。所以你真的不会知道艺术家们的后面的那一面是在哪里。我有遇过一些可能是比较金融产业的人，他会创作，他会就是钢琴也是即兴啊，或是编曲，但他就是在纽约的生活就过得非常的安稳，跟比较优渥一点嘛，这样子。所以真的是，现在看到这影片的年轻人。如果你要做艺术这个产业，我真的觉得是做，我是非常支持的，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你喜欢的东西。但是，请让它建立在一个你知道怎么样稳定可以生活的前提下，这是真心建议。那总而言之，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这里吧。虽然是以今天这个去帮 DJ 活动跳舞的小案子为开端，就后面变得很真心的分享，但就是享受一下一集的多元性吧。对啊，那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我就再讲下去，我会花太多时间编辑。我想说这个也想讲，那个也想聊，不行，我们东西可以慢慢讲。好啦，那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我要来，等一下，这个什么？